少宗主这番容貌，可谓世间无几，令人过目难忘。我们曾在哪里见过吗？你受刑7日，仍未有半分屈服，骨头倒是十分的硬。骨头这么硬，嘴唇却是挺软的嘛。可惜啊，谁让你为了修补万仙阵耗尽了灵力？如今的你，破不开桑奇的封印。你呀，为了人族。连自己的命都不要了，何必呢？这么好看的男人，死了多可惜呀！是圣女，只要他愿意投效，我定将他洗干净了，送到您那儿去。没做什么多余的事吧？嗯？当然没有啦。尊上，吸血神上来了。不劳师傅，您安心闭关疗伤，我去对付他。去吧。举天！桑奇何在？你我真是有缘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你。暗域圣女穆玄灵，还请少宗主多多指教。宗主你，是在找我吗？少宗主如此心急，难道是对荣渊一吻念念不忘？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。
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你我的人，不畏风吹，复制天下的誓言。为这生不理解，这一场轮回杀，难尽的一句话改变。你不该来这里，再不走，你的灵力就没了。这一招倒是与我心有灵犀，那就请谢少宗主挟持我一起走吧。世人常说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亲了少宗主一下，怎么着，也有10天半个月的恩情。少宗主竟全然不留情面。在荣渊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何必视我如敌寇呢？为了救你，我可是连清白都搭上了。当时有暗域的刑官在，我没法同你说清。我为你吃下的药叫半日芳华，服下以后便可很快恢复全盛功力，只是需要付出一点点小小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药效只能持续半个时辰，现在恐怕已经到极限了。而且从现在开始，接下来的10日，你都会是个灵力全无的废人了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亲手杀你了。战影，退下。但我真的很想杀了谢雪晨啊！可是我被挟持了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所以呢？谢少宗主可不能始乱终弃呀！你是怎么？你不在，战影没了战斗欲，自然就好对付了。不过，你不好奇我是怎么从万仙阵里出来的吗？在荣渊之时，我便知你不是暗族。暗族没有心跳，但是你有。你和桑琪都是灵族。不愧是天生识窍之人，果然是感知力惊人。但你是暗域圣女，同样作何多端？喂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哎，你要晕也不能晕在这里啊！万一坏人追来怎么办？谢雪晨，坏人？谢雪晨，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？谢雪晨，
谢少宗主刚刚昏迷的时候，可喊了我的名字啊？果然是对我念念不忘呢。我们已经离开了两界山，一路上我隐匿了气息，没有人追来。此地只有你我二人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的。你为何救我？你到底有何企图？自然是图你的人啊。荣渊一面，我对谢少宗主一见钟情，所以献上绝世灵丹助你脱困。我原本想着半个时辰也足够你逃出暗狱了，谁知你行事如此嚣张，竟直接杀到诸神宫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陪你演一出被挟持的戏码了。哎呀，为了你，我可算是欺师灭祖了。暗狱我是回不去了。以后，你去哪，我便去哪。你身为暗域圣女，怎可能背叛丧妻？我们从来平心而动，不讲道义，谈何背叛啊？你不信啊？那不如我告诉你桑琪的计划。他与人族有交易，想要得到混沌珠。你是仙盟盟主之子，又是雍雪城少城主，他将你关在荣渊折磨，就是要等到你求死不能之时，自然将一切都告诉他。我说他与人族有交易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你知不知道，仙盟之中有奸细。原来你都明白。也是，虽然万仙阵出现裂隙要修补，人所共知，不算秘密，但补阵人会在何日何时入阵，只有仙盟中人知道。桑琪设下埋伏的时机又是那样刚好，你这么聪明，自然一想便能猜到。其实那天，如果你放弃修补结界，本可以全身而退。结界破了就破了，暗族要去人界，就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池特用命去护。剑修之道，你们暗域之人自然不会懂。桑琪与何人在交易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真不知道，没必要骗你。五枚仙盟玉令分别由5派掌门守护，光得到雍雪城这一枚，并没有什么用。所以我猜，桑琪一定还另有计划。你看，我对喜欢的人向来毫无保留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可都告诉你了。这妖女说话真真假假，绝不可轻信。我身上的伤，当然是我替你上了药，换了衣服。谢少宗主果然伟岸不凡，天赋异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今你无灵力，我有魔功，明知不敌还要出手，难道是欲擒故纵？放开我！放？往哪里放？这里吗？大娘，
木姑娘，哎，我是方才听到你们房里传出了说话声，想着是你相公醒了，我正好熬了粥，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多谢大娘了，正好我们都饿了。我跟我相公这次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这荒僻，你们在这养伤啊，不怕仇人追过来。我听我儿子说，你相公伤得不轻啊，那还是在这养好些再走。正好呢，我儿子会点医术，还可以帮他换换药。多谢。不谢不谢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运气真好！哎，别看了，看什么看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好啦，我承认我说谎了。我跟他们说我们是私奔的小夫妻，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你是落魄的江湖剑客。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还要派人追杀你，他们便收留我们了。相公，咱们看着像一对吗？之前帮我疗伤的是那位夫人的儿子。是，我承认我没有看过你伟岸的身躯，也没有帮你上药疗伤。这衣服也是托人家侯大哥帮你换的。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最会骗人。但有一句话却是真的。哪一句？喜欢你的那一句。你如今肉身受创，法相受损，与寻常凡人无异。多吃五谷有助于恢复元气。你早些恢复，不也好早些摆脱我吗？你就不怕我在粥里下毒？你若真想害我，又何必救我？我是没有下毒，但下了药。放心，是补药。你好好睡一觉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让你哭了，让你不敢哭啊！我打死你！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是灵奴，也要听总管的吩咐。你才不是灵奴！你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我只希望你开心。难道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爹？爹，不许叫我爹。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那我叫你什么吗？反正不许叫我爹。那叫你大哥哥好吗？大哥哥。别怕，闭上眼睛。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快，听大哥哥的话，快去把锁灵环打开，丧气要来，快！大哥哥，是你吗？可是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天下之人，若生出贪嗔痴念，便会滋生出心魔。心魔之气汇聚于这虚空海，便凝成暗族。无血无肉，没有弱点，即便被打得烟消云散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这虚空海重生。人族想要杀尽暗族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也是一种执念，也能生出心魔。我最喜欢了。
战阳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觉着吧，按照我的判断，这圣女啊，肯定是跟谢雪晨私奔了。对，可笑，私奔？这圣女是什么作风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绵里针，笑藏刀，表面上哄得你乐呵呵的，反手就是一刀。她何曾有过一丝真心？只怕这回她心里又在谋划什么吧。行了，尊上让我们布心魔大阵，开始吧。有心魔的地方，便都是我们的眼线。不起阵还不知道，这天下的心魔是越发多了。人呢，总是贪心不足，欲壑难填。这心魔大阵会替我们找到他们的。你又弄疼我了。你怎么又在这里？我们是夫妻啊，夫妻不就睡在一张床上吗？我们之间可能是任何关系，但绝不可能是夫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睡在这儿，我去别的地方。谢少宗主，你讲讲道理啊！放手！你如今打得过我吗你？若我真要对你做点什么，你挡得住吗？乖，躺下睡觉。我知道，你们剑修的道是宁折不弯的直，一往无前的勇。你生来不凡，想是从未受过这般折辱。若委屈顺从，恐道心不稳；若抵死相拼，又恐清白不保。末了还要落得我一句欲擒故纵，更觉羞辱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绝不上手碰你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选择现在回永雪城啊。能知道你入阵部署的，必然是仙盟中地位颇高之人。如今你法力尽失，回去若遇上那人，恐怕是了无胜算，对方也一定会将你置于死地的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有何打算？有必要向你交代吗？倒是你，无论你有何企图，我劝你别再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没想与我一道，但你能阻止我与你一道吗？我说过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从未答应过。谢少宗主怕是忘了，我是暗域圣女，大坏人呐！我可不需要你答应。我知道你虽不惧死，但你心怀天下，要护人族。只要我愿意，全天下都是我的人质。当时在暗域，我就该杀了你。但你错过机会啦，你现在只能在我手里。穆姑娘，侯大哥，穆姑娘，侯兄，此番多谢相救，此恩，在下来日必报。嗨，不必客气。穆姑娘，咱们这地儿多产的是矮脚小马，只有1匹骏马可以日行100里。
我给你买回来了。不过我跟那商人说了，要是还有好马，便来通知我。你们要是不急，便等等，多待几日等等。相公，你说呢？即使私奔，恐来人追杀，只怕会连累侯兄和大娘。此事久留不得。虽然只有1匹马，但是也够用了。此事，侯兄费心了。啊，客气了，就是举手之劳。不过今日我在集上打听了一下，没听说附近有江湖人来的消息。我们这青山集平日里外人不多，要是有江湖人来，肯定有人知道。穆姑娘，你家里人应该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你们大可放心，不必着急赶路，多待几日也无妨的。我相公说要走，我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侯大哥，我们身上没有金银，这簪子就聊表谢意，麻烦你们了。这怎么是的呢？就当替大娘收下，代我谢谢她。穆姑娘，找到你了，玉影。你们设了心魔大阵，你这位侯大哥啊，对你生出了贪恋，明知不可得，却又不甘心放下，如此便产生了心魔。既然有了心魔，便可操控。这么说，是怪我太迷人了？不过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是华影丹，这不是他的本体，而是投影。当日万仙阵一战，光顾着打架，都没有仔细瞧瞧谢少宗主的模样。今日一看，战影说对了，是有几分姿色。打架挺累的，乖乖跟我回暗域吧。他是我的。哼，是吗？糟了，这是玉影的贪欲牢笼。玉影虽没有战影善战，但却极其难缠。这贪欲牢笼可以让人沉溺于自己的欲望，在极乐中死亡。谢雪晨，你小心！谢雪晨，我心口好疼，你帮我看看。这天下第一剑修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怎么，我模仿圣女模仿的不像吗？难道是不喜欢？暗族没有心跳，方才中箭的的确是穆玄灵，但倒下那一刻，便已换作了你。哎呀，是我大意了，忘了谢少宗主感知力过人，光靠着移形换影还是骗不了你。早知道，便该挖颗人心来用用的，真是失策呀！人最难战胜的，就是自己的欲望。你就算再强，也逃不出去。谢少宗主，你就在死前好好享受。
受这世间极乐吧。妹妹，你在哪儿？喵喵。谢雪晨呢？堂堂暗域圣女，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挡箭，你如此护着她，难不成被战影猜对了？你当真看上谢雪晨，打算叛离暗域？你觉得呢？我便是觉得这不像你，所以才站在这儿与你说话。否则，我早将你二人的头颅收割，拿去向尊上复命。向师傅复命？你不妨用你那没怎么用过的脑子想想，若不是师傅放水，我怎么能轻易的带谢雪晨离开暗域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谢雪晨是怎么离开荣渊的？自然是有人相助啊。荣渊设有18重禁制，你哪有这个本事能够解开啊？我自是没有，是谢雪晨自己解开的。我呢，只是给了他一颗可以恢复功力的丹药。你再想想，如此珍贵的丹药，我是如何能有？是尊上给你的？是师父授意我放走他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对他有了救命之恩，便可借此跟在他身边，伺机夺取仙盟玉令。